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钱再多有何意义？31岁白鹿的近况给所有年轻女明星提了个醒。从周生如故红衣坠城到唐宫奇案最后一搏，白鹿9年拍戏浑身是伤，却从不喊疼。这次她笑着说不得不服老，但观众知道镜头前每一滴汗都在替她说戏比命真。舞台灯光正亮，白鹿在唐宫奇案的宣传活动上笑着拿起话筒，却说了句扎心的话：有时候不得不服老。话音一落，底下哇了一声，跟着他又补了一句：这部戏会是他最后一回接高强度密集打戏。一句话把气氛点炸，也把他近1年的状态摆到了台面上。钱是挣了不少，戏也是一部接一部，可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，这账怎么算？谁心里不打鼓？圈里人常叫她拼命三娘。追溯到2017年，大王不容易让她正式进场，这9年里作品快凑够20部，年年有2-3部和观众见面。高产背后不是流水线式的机械表演，她对角色那股死磕劲儿一上来，身边人都劝不住。拍烈火军校，林与特训一站就是半天，导演说要真，他回一句来真格的，别心疼水。吊威亚转的人头晕眼花，无只问加速行不行，他干脆利落来个钟，摔得浑身青紫也不喊疼。别人看着过瘾，他回到休息区就默默擦药，像是跟自己较劲。真正让他在观众心里扎稳印象，还的是那部被称作古装剧里比美学天花板的《周生如故》。红衣城楼1月那场戏，热搜像被拿住了脉门。他饰演的崔时宜，爱而不得，隐忍到骨头缝里，一滴泪落下，屏幕外的人跟着鼻子发酸。拍窒息戏份时，他提了个要求，绳子可以再紧一点。现场的人都愣了，他咬咬牙坚持，真的被乐到喘不上气，喊停后靠在墙边干呕，缓了一会儿又说走戏。有人玩笑，你这不是戏，是跟命较劲。他笑笑，声音不大，得真一点，不然观众不信。双引号，这一份真假没白费，奖项和认可接连找上门。去年年底的爱奇艺尖叫之夜，她实现尖叫女演员2封，站在台上那一刻，台下粉丝喊破嗓子。她从新人走到扛剧，靠的不是风口，更多还是扎扎实实的戏。说一句老话，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，这句用在她身上不算夸。成名带着光，也带着阴影。去年7月拍《莫离》时，她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头痛，疼了不止1天2天，持续了好几个月，作息和工作全被扰得七零八落，体重往下掉，最瘦的时候只有86斤，镜头里显得小得像风一吹就跑。她没提暂停，不想耽误剧组进度，还是照常进组收工。同行看着揪心，有人劝歇歇吧，她摆摆手，再顶一场，大家都在等我。那阵子她像个电量只剩1成的手机，偏偏任务还接踵而来，插着充电线也得在线，真是人看着都心疼。这边身体报警，那边舆论还起波浪。有传言把他和白月泛星的男主敖瑞鹏凑在一起，说什么明朝案有情。一些人翻旧照找同款，网线那头跟侦探似的找线索。他团队和公司直接发声，说这事儿荒谬且无聊的事情勿扰。这话一出，风声立马下去。他本人几乎不接招，一门心思在片场，从一条场季跳到另一条，拍完戏回去补角，像是把外界的噪音都关了静音。日子往前翻，到今年年初，他迎来一个新高光。北京日报主办的影视榜样2025年度总榜单公布，她凭借《北上》等作品拿了年度人气女演员。这个奖票选层层推进，含金量算实打实。
领奖时他笑得很亮，掌声热得像夏天的风。到后台坐下那一刻，他下意识扶了下腰，动作不大，却把前台和后台的两个世界连成一条线。台前是光，台后是痛，两样都是真的。回到《唐宫奇案》，这部戏从2024年11月下旬开机，到第2年4月才杀青，周期不短。定档消息一出，预约很快破100万，热度直线上升。这回他和王星越再度搭档，从宁安如梦的闭关戏转成探案拍档，观众的期待值被拉满。为了呈现角色更扎实，他提前3个月进组做特训，每天练功，起码8个小时起步，3个月加起来就是700来个小时。一个标准工时的小目标，他硬生生完成了2个。常年拍打戏落下的老腰毛病也跟着闹腾，冷天热天都有可能犯，走路偶尔的扶着腰缓一缓，柔韧度也不如从前，打戏拍到一半，动作卡住，气也更容易乱。吴芷凑过来问：加一组翻身吗？他看着监视器笑了笑，不加了，这回听身子的。在钱江视频发布的现场片段里，他说这会是自己最后一个高强度密集的打戏，语气不重，意思却清清楚楚。这几年里，他的片约像坐上快车，每年剧集稳稳上线2、3部，行程排得满满当当。内娱的竞争有多紧，业内人都懂。年轻女演员要扛住连轴转拍摄，妆发一天换几套，动不动就从清晨忙到凌晨。戏里要哭要笑要打要跑，戏外还要配合宣传、采访、直播，活脱脱一个全能打工人。有人感慨，屏幕里是一座亮堂堂的舞台，屏幕外是一张张体检报告。他这种高强度武打戏的投入强度更大，肩颈腰背全是负担，出场要飒，收工要贴膏药，真不夸张。观众对他的印象一大半来自角色本身，从烈火军校里飒爽的女主，到警局里的萌新女警，再到周生如故里隐忍到极致的崔时宜，她像换面具一样变，眼睛一抬，情绪到位，镜头推进，台词一出口，人就立住了。有时候她不靠台词，靠一个眼神，一个呼吸，镜头就把观众收住。有人调侃她拍戏像在和时间赛跑，日程表像春运抢票，一页接一页，连翻都来不及。她自己也打趣，干这行就是身体在工作，灵魂在追车，一句话把心架和疲惫都说明白。说到周生如故的名场面，城楼红衣那一跃被网友称作刀片美学，风很大，衣袂一层层翻，镜头慢下来，他眼里有水，嘴角抖了一下。这段戏出来的效果震人3分，幕后却更硬核。他对导演说，想再真一点，绳索紧一些，捆绑位置再下调一点，好还原那种窒息的压迫感。现场工作人员紧张得直看表，生怕喘不过来。喊停后，他撑着墙边，巨物滴水，他摆手抹了一把脸说接着。台词没几句，戏却很重，像举着一块沉木往心上压。一路走来，他的努力被一个又一个奖项盖了章，观众缘也跟着往上走。这份认可让他扛剧的能力更被看见，流量有了，口碑也跟上。有人打比方，他像一根被拉满的琴弦，声音更亮，也更容易断。这比喻说的形象，紧绷很长时间，总要有个度。说回这次的宣发，他在台上把决定说出来，台下反应两极。有人觉得不舍，觉得他打戏利索漂亮，停了可惜；有人点头，觉得该松一松，换类型照样能出彩。他给出的理由不复杂，身体真不如以前。他用平常话说事儿，不装不端，像在给粉丝报个平安。在他身上很容易看见演员这个职业的另一面，光鲜是镜头的，疼痛是自己的。他不是没劲头，劲头太足，才被迫学会收一收。业内对《唐宫奇案》的期待
不止来自卡斯。这部戏从题材到制作都算扎实，探案陷阱，人物关系有点意思。他和王星越从刀片 CP 转成伙伴模式，观众跟着嗑角色关系，热度自然上去。预约数过100万，说明了观众的好奇心。剧组在武戏上的设计也不糊弄，打斗节奏有快有慢，镜头跟得紧密，既要漂亮也要实用。他提前3个月特训，就是为了镜头里不露怯、骑马、翻身、拔刀、落地，每个动作都练到肌肉记忆。他说动作戏里最难的是气息，这话行家都懂，气一乱，招式就散，镜头里再怎么剪也不顺溜。他愿意把时间堆进去，门槛自然被抬了起来。关于绯闻那段插曲也算过去时了。他的工作室和公司把话捋清，外界也没再接茬。他本人行程公开，拍摄节奏透明，想要在这个档口忙里偷闲谈情说爱，节拍都对不上。他更像那种把日程排满的人，一边拍戏一边做宣传，档期表像密密麻麻的蚂蚁，想挤也挤不出空来。如今新剧定档在即，观众把日历翻到那一天，等开播的心情有点掐指一算的意思。他在剧里的表现多半还是稳的。从过往作品看，人物新线、情绪层次、眼神里的故事，他掌握的比较细，打戏收了，文戏也有的看。有人爱看他的古装，有人偏爱他的现代戏，各有各的盘道。他自己对角色的探索没停过，角色谱子越来越厚，戏路也更宽。聊到钱和健康这个话题，外界爱把它说成选择题。他这次把现实摊开，算是一种坦诚。对观众来说，这份坦诚更像一个信号，他把目光从更高更快挪到更稳更长。说句地道的河南话，这叫该收就收，水到渠成不硬憋。他没把话说得多重，语气轻，却让人记住了。他会继续演，也会把身子骨护好一些。观众关心他的状态，关心新戏，更关心他能走多久。他站在台上笑，说有时候不得不服老，其实是认清自己的节奏。这份清醒感比什么豪言壮语都实在。故事还在继续，唐宫奇案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，预约数每天往上蹿，弹幕里已经有人喊搬好板凳等开播。他的身影在预告里利落干净，文武戏的比例看着顺眼。等到剧集上线，那些训练时的汗水，拉伤后贴过的膏药，夜里重复的走位，都会在镜头里化成细枝末节的质感。观众收到了，他也交卷了。台前台后两本账，谁也不欠谁。至于他说的那句最后一回高强度密集打戏，更像一个阶段的节点，不是句号，是逗号。舞台灯光还在亮，他把节奏调一调，弦不必拉到最紧，也能奏出好听的段子。他一直在和世界打照面，也在和自己对个暗号，步子迈得稳一点，戏还是那个戏，生活也还是那个生活。如此，观众看得安心，他演得踏实，钱有了，身子也不闹情绪，这才叫合心意。